我这是中毒了，是砒霜类毒素，而且是慢性中毒。吃吧，相公，算是犒劳你的。连下毒都舍不得用足分量，只敢掺在便士的馊水里，真是够精打细算的。陆渊，你醒了正好，既然吃了苏家的饭，就该办苏家的事。你把这文书签了，咱们好聚好散。姐夫，别怪弟弟我不照顾你，我可是苏家唯一的独苗，明日就要与刺史千金互换更帖。北境那种虎寒的鬼地方，我怎么能去呢？你这3年在苏家白吃白喝，什么用都没有。如今是你报恩的时候了。这文书上的名字我已经替你改好了，只要你按下手印，明天一早跟着衙门的运兵车走，你这辈子欠我们苏家的，就算一笔勾销了。白吃白喝报恩。3年前的陆渊，为了给妹妹换一口饱饭，入赘苏家，每天干着粗活，最后被妻子毒死。前世我是兵王，死在救人路上，没想到重活一世，这世上还有如此多不公。3年前你爹病危，是谁整夜守在床前熬药端水？这3年苏家商铺缺人手，是谁一个人干3个伙计的活？苏婉儿，你摸着良心问问，这3年我可曾拿过苏家1文钱工钱？现在前线要死人了，想起我来了，为了怕我不答应，竟然提前在送来的饭菜里下毒。苏婉儿，你的心是用毒蛇的胆做的吗？闭嘴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这样跟我姐说话？你个赘婿替我死是最大的价值。来人，拿印泥过来，强行按手印。疯了！你干什么？陆渊，你敢毁坏官文，这是死罪！死罪？这份文书是按人头对发的，毁了这一份，刺史府绝不会再补发第2份。你猜猜看，如果我现在把这东西烧个干净，然后自己一头撞死在这柴房的柱子上，明天天一亮，被衙役用铁链锁住脖子，强行押往北境死营填命的人会是谁？别冲动，姐夫，有话好好说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没必要弄到这一步。一家人？刚才逼着我顶包送死的时候，你可没把我当一家人。我现在就站在火边，你们谁敢往前走半步，我立刻烧了他，大不了一起死。黄泉路上有平江首富的独生子给我垫背，我这辈子也不算亏了。好一个大不了一起死！渊儿，3年不见你有什么长进，今天倒是让我刮目相看了。带上来。哥哥，你在哪儿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陆渊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可以烧了文书，也可以撞死在这里拉着明哲陪葬，但你只要敢松手，我向你保证，你这如花似玉却看不见东西的妹妹，今晚就会出现在城西最下等的窑子里。她会经历什么，你应该很清楚。现在告诉我，你是选择同归于尽，还是乖乖画押？哥哥，在融合了这具身体的记忆后，原主对保护妹妹的执念早已刻进了骨子里。这是原主在这世上唯一的光，也是他甘愿在苏家当牛做马的唯一原因。苏半城，渊儿啊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是个孤儿，入赘我苏家就是苏家的人。冬儿这丫头虽然瞎了眼，但模样还算标致。你要是今天把事情闹绝了，不仅这文书保不住你，我后脚就让人把她送到城西的迎春楼去。那里的老鸨最喜欢这种干净又看不见的雏儿。现在告诉我，你是选同归于尽，还是选你妹妹的清白和活路？你个窝囊废，刚才不是很能耐吗？烧啊，你倒是烧啊！你不烧，你就是我孙子。陆渊，别不知好歹了，爹已经足够宽宏大量，只要你画了押，苏家自然不会亏待冬儿。距离苏半城5步，护卫3步。这具身体激情耗尽，强行抱起无法确保冬儿安全，只能先忍。哈哈哈，我还以为你多有种呢，到头来还不是个只配给我苏家当垫脚石的贱狗。要我画押可以，放了我妹妹，这是底线。这就对了，渊儿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话还没说完，第一，拿他的托籍文书来，
把他的名字从你们苏家的奴籍上彻底划掉，盖上官府的红印。第二，给他50两白银作为盘缠。第三，马上备马车，派你最信任的管家，现在立刻送他出城。只要我确认他安全离开了平江城的地界，我立刻画押。你敢跟我爹谈条件？你配吗？我烂命一条是不配，但你苏大少爷的命配。苏半城，你应该明白，50两银子和一张废纸换你独生儿子的命，这笔买卖你稳赚不赔。如果你连这点都不答应，那大家就鱼死网破。这份临危不乱的镇定绝凡夫俗子，不过那又如何？明日他必死无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去账房支50两银子，带上陆冬儿的卖身契，当场撕了，然后再套一辆马车，连夜把人送出南城门。是，老爷。哥，你别去，他们说那里是死营，去了就回不来了。冬儿不要钱，冬儿也不脱籍，冬儿只要哥哥活着。前世今生，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纯粹的亲情羁绊。冬儿，别哭，哥不会死的。你记住，拿着钱跟着马车出城，找个没人的小镇，隐姓埋名安顿下来。哥答应你，最多3年，哥一定活着回来接你。真的吗？哥什么时候骗过你？等哥回来，哥带你去治眼睛，带你吃最好吃的糖葫芦。陆渊，人我这就带走送出城，老爷一言九鼎，你大可放心。如果我妹妹少了一根头发，我发誓，无论我陆渊身在何处，都会变成厉鬼回来，杀你全家。小东西，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物了？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，留一口气，能按手印，能走路就行。现在的反抗只会换来致命打击，必须保留最后一点体力，为了活下去。行了，别真打死了。明天官差来提人，要是走不动道，麻烦的还是我们。呸！贱骨头，把手印给他按下。陆渊，签了吧，从此以后你我恩断义绝，苏家不欠你的。文书签了，滚！老爷，手续齐了。把他扒了，扔出后门。明日一早，城外10里亭，官差自会去接人，别弄脏了我们苏家的地方。左侧肋骨裂了2根，没伤及内脏，背部大面积软组织挫伤，胃部毒素残留，引发间歇性痉挛。还好原主在鞋里藏了点积蓄，天无绝人之路。苏半城、苏明哲、苏婉儿，这份大礼我收下了。你们最好祈祷我死在北境的死人堆里，否则等我陆渊再回平江城的那一天，我要你们苏家满门跪在地上，用血来还。动作快点，磨磨蹭蹭的，赶着投胎啊！皮肉伤已结痂，肌肉爆发力勉强恢复3成。丁子颖、李曲木，你们几个进去。新来的懂规矩吗？君爷饶命！君爷饶命！我们什么都没有啊！没钱，没钱就拿衣服抵。到了敢死营还穿这么厚实，也不怕捂出痱子。哟，还有个硬骨头，看你细皮嫩肉的，是个书生吧？被哪家的大户拉来顶包的？哑巴了！老子不管你以前干什么的，进了第7寨，是龙得盘着，是虎得卧着。如果我不给呢？哈哈哈哈！弟兄们，这小子说他不给，老子今天就教教你是怎么写的。什么？找死！弄死他！在我的地盘，规矩只有一条，那就是听我的。小子，你够狠，但在敢死营，光能打没用，等上了战场，你背后可是要交给弟兄们的。你想干什么？忍着点儿。我不仅能卸骨，还能接骨。在这敢死营，能杀人的刀很多，但能救命的手只有我这一双。不想死的，以后就闭上嘴，照我说的做。
快让开！赵老头快不行了！军医呢？快去找军医！是赵老伯。怎么搞成这样？前几天出去巡逻，被北京人的弯刀划了一刀，本来以为是小伤，谁知道这2天突然溃烂发烧，现在人已经没意识了。李军医，您快看看赵老伯，求您救救他！没救了，这已经是金疮毒入骨，大罗神仙来了也难救，赶紧拉出去埋了吧，别把义气传给营里其他人。你放屁！你敢杀军医，这是死罪。他这腿上的腐肉根本止不住血，拿什么治？有本事你自己治啊！你放开他吧，这庸医治不了，我来治。你到底懂不懂医术？这可是人命关天，不想他死就别废话。王虎，我点什么你立刻去准备什么，慢一息他就死定。去伙房拿几坛最烈的烧刀子，不管你用抢的还是偷的，烧一锅滚水，马上找一块最干净的白布，在滚水里煮1炷香的时间。最后把你的刀在火上烤到发红，拿过来给我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啊！按住他，4个人按住手脚，绝对不能让他动弹分毫。按稳了。松手吧，命保住了。活了！赵老伯活下来了！兄弟们，从今天起，第7长的命全听这位兄弟的！听兄弟的！王虎，贴地听声音。马蹄声很密集，是骑兵，至少有几百骑冲着咱们营地来了。是北敌人的轻骑兵，他们来打曹府了！快往中军大营撤！校尉大人的营盘有军末和盾阵。校尉大人有令，北敌西营，为防敌军趁乱冲阵，中军大营即刻封闭，敢死营全员就地死守。敢后退半步冲进辕门者，杀无赦，放箭为守。我们校尉大人，我们连铁甲都没有，怎么挡得住骑兵啊？这让我们送死啊！陆兄弟，咱们被当成肉盾卖了。校尉这是要拿我们的命去迟滞北敌骑兵的冲锋速度啊！跑不掉了，跟他们拼了！都给老子退回来！想活命的，向我靠拢，快！陆兄弟，怎么办？他们冲过来了！慌什么？不过是群马背上的蛮子。听我口令，扔掉多余的杂物，只要盾牌、长枪和短刀。大前军那种乱哄哄的方阵就是活靶子。现在全军变阵，3人一组，自由结阵。什么？3人一组？没时间解释了，照做。听好，你们3个就是一个整体，互相就是彼此的后背。盾兵站前方，死守正面，防箭挡刀；长枪兵站侧后，你的任务只有一个，不刺人，专刺马腿。短刀兵站另一侧后方，一旦马倒，立刻扑上去抹敌人的脖子，补刀后立刻退回阵型。进攻，掩护支援，3人如1人，三角轮转，结阵，散开。每个小组之间保持1丈的距离，不要挤在一起。杀光这些两脚羊！稳住，放他们进来！就是现在，动手！去死吧！喊马腿！怎么回事？邪门了！大前的炮灰什么时候懂这种阵法了？擒贼先擒王，给我上！踩死那个穿毛衣的！陆兄弟小心！啊！我的腿！主将死！撤！赢了！步兵对骑兵正面硬扛，竟然挡住了，而且我们竟然没人战死！陆兄弟为伍，陆大哥！今晚的仗打完了，但咱们和这帮狗官的仗才刚刚开始。干得不错嘛！你们这群炮灰命还挺硬。去，把地上的战马、弯刀和铁甲都给我收拾干净！我看谁敢动！大胆！你们这群死囚和贱民，竟敢违抗军令！本将军接管战利品是军法，再敢阻拦，按谋反论处，就地格杀！
战马铁甲全是我们杀出来的。我可是正五品副将，你敢乱来？按照大前军律第7条，阵前斩获归杀敌者所属营伍支配。大军作战，统一调配。你们敢死营连正规编制都没有，算什么？我不管编制，我只知道，谁敢动我兄弟们拿命换来的东西，我就把谁的脑袋和地上那个北狄百夫章摆在一起。好，你们有种，你给我等着！这件事我一定会如实禀报校尉大人。嘿，什么东西？陆兄弟，战利品保住了，接下来咱们干什么？今晚的只是打草谷的游骑先锋，北狄的报复向来厉风行，最迟明早，他们的主力先锋营就会压境。刚才那种木棍和破刀挡不住重装骑兵。营地里有没有铁匠炉？有个姓铁的老头，因为打架斗殴被发配来的，手艺极好，就在后营。把他叫起来，所有人把北狄人的弯刀、破损的铁甲全部收集起来，搬到铁匠炉去，快！这位兄弟，你要打什么？这兵荒马乱的，现打兵器来不及呀！来得及，长枪兵的枪头全部敲掉，换成这种，前端削尖，打造3个倒3角的棱面，必须开出血槽。这有什么讲究？普通枪头极容易卡在骨缝里拔不出来，这种3棱带血槽的结构能轻易刺穿轻甲，一拔就出，能让伤口瞬间大出血，无法缝合。第二种，我要这东西越多越好，把那些弯刀全熔了，用夹钢法，刀脊要厚重，刀刃必须锋利到能一刀斩断马腿，这叫磨刀，专劈人马。干了！第7仗的弟兄们，快来给老汉拉风箱，抡大锤！是大前的哪支精锐杀了我的部下？出来受死！是北狄的先锋大将呼延霸！完了，快加固营门，把所有弓箭手调上来！王虎在，众骑兵冲锋，3-3制挡不住冲击力，今天不防守。磨刀队，随我反冲锋！斩！磨刀如墙，遇者人马俱碎。魔鬼，这是大前的魔鬼！跑啊！万寿！万寿！哼！好！北狄重装先锋呼延霸，这可是北狄可汗的亲侄儿，天佑本校尉。有了这颗人头，本校尉连升3级，指日可待。你放屁！仗是我们敢死营拿命打的，你关着营门当缩头乌龟，现在跑出来抢人头，还要不要脸？放肆！敢死营隶属中军大营管辖，你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在赵校尉的运筹帷幄之中。若不是校尉大人坚壁频严，在后方坐镇指挥，吸引了敌军主力，就凭你们这110号炮灰，能杀得了呼延霸？想抢功，从老子尸体上踏过去！兄弟们，跟这帮狗官拼了！都给我住手！苏半城让我弄死这赘婿，本以为昨晚他会被踩成肉泥，居然立下斩将大功，这功劳我必须抢过来。你就是那个平江城来的陆渊，算你识相，把呼延霸的人头割下来，交由本校尉带回大堂查验。本校尉高兴了，赏你们敢死营2口肉汤喝。校尉大人，人头在这儿，检验吧。功劳本校尉收了，不过尔等敢死营未得本的将令，擅自脱离防守阵地，与敌军重骑私自交战，此举不仅打乱了本将诱敌深入界的全盘计划，更险些将中军大营暴露在敌军的兵锋之下。赵德柱不给我们粮草，北狄人可是给我们送了不少。传令下去，把所有敌军尸体上的肉干、水囊全部搜刮干净。赵德柱以为发配我们去孤城是借刀杀人，他却不知道
留在这座被他关着门的大营里，才是真正的死路一条。没有这块腰牌证明身份，赵德柱手里那颗烂肉，在兵部查验时就是个普通的脑袋，他拿什么认功？陆兄弟，你是说，从现在起，我们不再是大前军的炮灰，不用再看那群狗官的脸色。到了黑石城，天高皇帝远，那才是我们真正建功立业、打造自己斑比的地盘。兄弟们，带上干粮和刀，跟我走，去黑石城！好，跟着陆兄弟！这座看似坚不可摧的大营，很快就会变成你们的坟墓。赵德柱不给我们粮草，北敌人可是给我们送了不少。传令下去，把所有敌军尸体上的肉干、水囊全部搜刮干净。赵德柱以为发配我们去孤城是借刀杀人，他却不知道，留在这座被他关着门的大营里，才是真正的死路一条。没有这块腰牌证明身份，赵德柱手里那颗烂肉，在兵部查验时就是个普通的脑袋，他拿什么认功？陆兄弟，你是说，从现在起，我们不再是大前军的炮灰，不用再看那群狗官的脸色。到了黑石城，天高皇帝远，那才是我们真正建功立业、打造自己斑比的地盘。兄弟们，带上干粮和刀，跟我走，去黑石城！好，跟着陆兄弟！这座看似坚不可摧的大营，很快就会变成你们的坟墓。陆兄弟，这地方连个挡风的都没有，怎么守啊？谁说我们要死守？废弃意味着没有束缚，残破意味着可以彻底重塑。王虎，带着你的人去城中心的旧地窖和烽火塔下面挖。就算掘地3尺，也要把当年守军遗留的火药、硝石、硫磺，还有生锈的铁钉、破陶罐，全给我翻出来！铁老头，带20个人，把城里所有能用的长木头、废弃的车轴，哪怕是房梁，全给我拆了搬到城墙后面去。剩下的人去城外的护城河砸冰取水，一桶一桶的给我往城墙上浇。王虎，陆兄弟，找到了！地窖深处真有几十桶当年封存的黑火药，还有10几大筐硝石。不过那火药受了潮，威力恐怕连个炮仗都不如啊！受潮的火药也是火药，只要提存，就是杀人的利器。把火药摊开，在背风处生火烘干，用细筛子重新筛一遍。找人把陶罐全部偷空，底层铺火药，中间加一层铁钉和碎石，顶层再铺火药。用黄泥把罐口死死封住，只留一根引线，引线全部用油脂浸泡防潮。陆兄弟，这土罐子能砸死人？这不叫土罐子，这叫天雷。待会儿把这些东西全给我埋在城外100步到50步的雪地里，引线连接在一起，一直拉到城墙上。陆兄弟，你要造投石机，可咱们没有牛筋做扭力绳，这木头根本弹不出去呀。谁告诉你投石机一定要用扭力绳？杠杆原理懂不懂？短臂这一端给我绑上装满废铁和重石的木框，长臂这一端绑上投石带，不需要人拉，利用重物的自由落体提供动力。只要不断往长臂里装石头，松开卡久，短臂的配重锤就会瞬将石头抛射出去，距离更远，威力更大，而且可以连发。神了，这简直是鲁班在世啊！别废话，赶制石架出来，一字排开。陆兄弟，水浇上去了，但结冰太慢了，这城墙还是能攀爬呀。把剩下的硝全搬上来，碾成粉末，掺在水里，一起往下泼。滑不如手，连个指甲盖都抠不进去。现在这地方再是废墟，这是我为北敌人准备的物理绞肉机。就凭这区100个两脚羊，也敢驻守黑石城？大前的将领都是蠢猪吗？派100个炮灰来送死！传我将令，全军突击，一个冲锋，给我把那座破城碾成平地！城里的活人全给我用战马拖死！放箭，压制城头！举盾，隐蔽。
就是现在，点火。什么东西？火绳！长生天啊，这是什么妖法？有钱大钱人会召唤天雷！不要慌，那是火器，田庄很慢的，他们已经没有后手了。冲过去，城墙很矮，直接打人体冲上去。哼，没有后手，抛石机放。第二轮撞天，放！上大锅子铁飞抓，压在头顶抡出2拳，他们！打人体！射击！败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擒贼擒王。一帅已死，大帅死了，快逃命啊！快逃命啊！那是大钱的妖术，他们会召唤天雷，城墙也是划不入手的神兵。强攻伤亡太大，既然没有水源粮草，我就把你们围死，看你们怎么熬过严寒。陆兄弟，咱们被彻底困死了。这帮北狄狗子学聪明了，他们不冲锋，咱们的天雷和抛石器根本打不着他们。再这么耗下去，弟兄们明天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。天无绝人之路，老天爷都在帮我们。今晚有暴风雪。暴风雪，陆兄弟，这暴风雨一来，咱们连个避风的屋子都没有，不是冻死的更快吗？暴风雪不仅会冻死人，更会掩盖所有的行踪、气味和声音。坐以待毙，从来不是我的性格。他们想围死我们，那我们就反客为主，去端了他们的饭碗。王虎，挑30个体力最好、身手最敏捷的兄弟，把城里那些白色的破帐篷布全给我裁了，做成披风罩在铠甲外面。每人带上3棱刺、匕首和火碟子，带上所有的猛火油和硫磺。陆兄弟，你要去劫营，那可是3万人的大营啊！3万人又如何？暴风雪中，他们的视线超不过10步。今晚，我们去烧了左谷离王的粮草大营。把尸体拖到暗处，继续前进。兄弟们，干活了！2人一组，散开点火，听我口令，火势一旦连成片，不要恋战，立刻向西侧的峡谷方向突围撤退。点火！走水了！粮草营走水了！也有敌人接营！撤！保护王爷，死战不退！大前镇北王在此，尔等蛮夷，谁敢上前一步？镇北王，大前军神被困敌营腹地，这是被叛徒出卖了，想在北境翻盘，这可是全天下最硬的靠山。陆兄弟，那是咱们大前的兵，而且看下来是个大人物，救不救？救！全体都有，3-3制战斗队形，像刀子一样给我切进去，不要纠缠，把人抢来就撤。是。杀！什么人？哪部分的？别废话，想让他活命，就跟我冲出去！王虎，开路，让张鑫来！好嘞！这是什么火器？撤！王虎，带几个人清理洞口痕迹，撒上硫磺掩盖气味，剩下的人警戒。兄弟，多谢仗义死战，可王爷中了见血封喉，没随军太医毒气已攻心，这可怎么办啊？闭嘴！
不想他死，就给我退后。你要干什么？没有御医，你不能乱动那支剑，拔出来会大出血的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在这座山洞里，我就是阎王，我要他活，阎王爷也带不走他。去按住他的双腿。火折子，烧刀子。忍着点儿，把火药拆开。你疯了！闭嘴！命保住了。你们是哪位将军麾下的精锐？我们是赵德柱校尉口中擅自出击违抗军令，被发配到黑石城等死的。敢死营炮灰！敢死营的炮灰！赵校尉不仅把我们当炮灰，还想用我们的命来掩盖他贪生怕死、紧闭营门避战的丑闻。就连那北地先锋呼延霸的人头，也是他从我手里强行抢去邀功的。他敢冒领军功，此等祸国殃民的蛀虫，本王定要活劈了他！能在几天内把死囚练成这等精锐，这等亮兵手腕，兵部老将也未必做得到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陆渊。好，陆渊，本王记住你了。这是本王的玄金率令，见此令如见本王。本王重伤无法统军，现在将这北境兵权暂托于你，你可敢接令替本王杀尽这群北地蛮狗？有这块牌子，杀起狗官来，确实能省去不少麻烦。王爷就在这儿安心养伤，天亮之前，我去取左谷厉王的脑袋，给王爷下酒。黄虎，洞外抢来的那30匹北地战马还拴不起？能，都拴在林子里，吃得饱饱的。全体上马，随我回援黑石城。黑石城，一定是黑石城里那帮混蛋干的！传我军令，不惜一切代价，给我攻破黑石城，杀光里面所有的大权人，用他们的血来暖身子！攻城！顶住！给老子顶住！投石机没石头了，地雷也全炸光了，他们爬上来了，跟这帮畜生拼了！是陆兄弟，陆兄弟带着人回来了！打开城门！守正必死，今天我们不守了。王虎，30骑结成封锁阵，待会儿冲出去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闭紧你们的眼睛，只管往前砍。兄弟们，建功立业就在今朝，随我冲阵！疯了，大前人彻底疯了！哈哈哈哈哈！30骑就想冲我的中军大阵，给本王把他们剁成肉泥！闭眼！不行！我的眼睛！长生师傅，我瞎了！就是现在！杀！杀！拦住他！快拦住他！挡我者死！敌军主帅已死！我死了！快跑啊！陆兄弟，我们打赢了，我们真的打赢了3万人！北敌人打完了，接下来该轮到我们大前内部的这群狗官了。赵德柱、苏半城，把脖子洗干净，等着我。陆兄弟，前面就是中军大营了。赵德柱那个王八蛋，要是知道咱们不仅没死在黑石城，反而立了这么大的功，估计脸都要绿了。他不仅脸会绿，命也会没。全体都有，整理装备，挺起胸膛，让中军那帮老爷兵看看什么叫真正打过仗的兵。是。刘将军，那呼延霸的首级下官已经派800里加急送往兵部了，
奏折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是您刘将军运筹帷幄，下官亲自带兵冲阵，才将那北狄猛将斩于马下。这次的封赏下来，您最少也是个正三品的参将啊！德柱啊，你这事儿办得漂亮。江南苏家那边来信托我关照你，我果然没看错人。不过那群真正砍了呼延霸的敢死营炮灰，你处理干净了吗？这要是漏了风声，抢夺军功可是杀头的大罪。将军放1万个心，把他们发配到废弃的黑石城去了，连1粒粮食都没给他们留。昨晚暴风雪，北狄左谷离王的3万大军可是从咱们防区边上路过的，肯定顺手就把那座破城给碾平了。那帮炮灰现在估计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。好，报告校尉大人，将军大人，出事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下来了不成？是敢死营，那个叫陆渊的带着敢死营的100多号人活着回来了，现在就在辕门外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3万北狄大军过境，他们怎么可能还活着？饭桶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他们要是当众乱说话，咱们俩都得掉脑袋。将军息怒，下官这就去处理。天堂有路他们不走，地狱无门偏来投。既然他们敢回来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传我军令，立刻调集500精锐刀斧手和弓弩营，在辕门列阵。本将要亲自去会会这帮逃兵。陆渊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本将命你率部死守黑石城，你竟敢违抗军令，临阵脱逃，私自跑回大营，你眼中还有没有大前军阀？放你娘的屁！谁临阵脱逃了？老子们是在黑石城打完了仗才回来的。打完了仗，就凭你们这100多号残兵败将，也敢说在北狄3万大军面前打完了仗？我看你们是看到北狄人的大军，吓得尿了裤子，连夜弃城逃跑了吧？按大前军律，临阵脱逃，丢失阵地者斩立决。左右听令，给本将把这群逃兵拿下。若敢反抗，就地格杀！诺！赵德柱，你不仅是个瞎子，还是个没脑子的蠢货。你说我临阵脱逃，那你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什么？保护校尉！这是……那是北狄左谷离王的首级。昨夜，北狄左谷离王率3万大军围攻黑石城，我敢死营100人死战不退。黎明时分，我率30骑反向冲阵，与万军从中，一刀斩下敌帅首级。你们问我为什么回来？因为城外的3万北狄大军已经全军溃败，因为北境的危机已经解除了。我带着敌军主帅的脑袋回来报捷，你们不仅不开门迎接，反而拿剑指着替你们挡刀的兄弟。左谷离王身处3万大军中军，怎么可能被你几10个人斩首？这分明是你在路边随便找了一具北狄人的尸体，割下脑袋来冒充的。对，刘将军说的对，你不仅临阵脱逃，还敢杀良冒功，伪造敌将首级，罪加一等。放箭，立刻放箭，射死他！射死我？赵德柱，你说我杀良冒功，那我倒要问问你，你前天急急忙忙送往兵部，冒领我斩杀呼延霸的那颗人头，有什么凭证？本将亲自斩杀，何须凭证？拿去。这是北狄皇族将领独有的金狼令，人在牌在，牌毁人亡。前天我斩下呼延霸头颅时，顺手扣下了这块令牌。赵德柱，你送去兵部的那颗脑袋，没有这块金狼令证明身份，就是一颗查无实据的烂肉，而真正的凭证一直都在我手里。原来这么夸张！金狼令，真的是金狼令。那这么说，呼延霸真的是敢死营杀的，赵校尉是冒领军功。天哪，逼着立功的兄弟去送死，还要杀人灭口，这还是人干的事儿吗？闭嘴！都给本将闭嘴！来人，这群逃兵已经彻底疯了，竟敢伪造敌军信物，污蔑当朝武将，这是公然哗变！不要听他们蛊惑，弓弩手准备，刀斧手上前，把这群逆贼就地正法。斩杀陆渊者，赏银100两，官升3级。陆兄弟，跟他们拼了！看来大钱的规矩真的是烂透了，不把你们这群蛀虫杀干净，这北境永无宁日。我看谁敢动他！我看谁敢动他！
镇北王的王旗！不可能！王爷怎么会突然来这里？陆兄弟，跟他们拼了！看来大钱的规矩真的是烂透了。不把你们这群蛀虫杀干净，这北境永无宁日。我看谁敢动他！我看谁敢动他！镇北王的王旗！不可能！王爷怎么会突然来这里？坚壁清野，好一个坚壁清野！你不仅对本王见死不救，如今竟然还要调集刀斧手诛杀本王的救命恩人，诛杀这斩了敌军主帅、解了北境之危的擎天之柱！你当本王是瞎子吗？王爷，末将冤枉啊！都是赵德柱，是赵德柱蒙蔽了末将，是他抢了敢死营的军功，是他想要杀人灭口，末将只是受了小人蒙蔽啊！刘将军，你血口喷人！够了！你们这种祸国殃民的蛆虫，本王多看一眼都觉得恶心！王爷，陆渊，你率残兵镇守孤城，破敌3000，你于风雪之中救本王于濒死，你单骑冲阵，斩敌帅首级，溃敌3万。你救了本王的命，更救了这北境数百万的黎民百姓，这一拜是你应得的。大钱欠你一个公道。王爷言重了，军人保家卫国，杀敌破阵是本分。只是如果大钱的军队里都是这种贪生怕死、抢夺军功、迫害忠良的蛀虫，那就算陆渊今天杀了一个左谷离王，明天还会有右谷离王踏破这雁门关。来人，剥去刘洪、赵德珠的顶戴花翎，卸了他们的甲胄。王爷饶命饶命啊！我才并不有关系，你不能杀我！陆渊，在，这北境的规矩烂了，今天本王就借你的手重新立规矩。大钱军律，临阵脱逃、贪污军功、构陷同僚者，该当何罪？按律当斩。你敢！陆渊，你个赘婿，你敢杀朝廷命官！这世上没有我陆渊不敢杀的狗。杀得好！传本王率令，原敢死营兵陆渊，连破强敌，救驾有功，实乃我大钱不可多得之统兵奇才。即日起免去其罪兵身份。本王特以玄金率令，破格提拔陆渊为正四品平北游击将军，赐玄铁重盔甲1套，宝马1匹。原敢死营100名将士全员免罪，编为平北亲卫营，直属陆将军麾下，任何人不得干涉调遣。陆将军所部有临机专断、先斩后奏之权。末将领命，谢王爷栽培。陆将军，如今北敌已退，大局初定，你接下来有何打算？本王想调你入中书。多谢王爷厚爱，但在入中书之前，末将还有一笔私账，必须要去清算。王爷给的临机专断、先斩后奏之权，末将想现在就用用。亲卫营听令，目标江南平干城苏家，随本将南下回乡，血债血偿。苏老弟，你家令郎当真是人中龙凤啊！不仅文采斐然，听说还被安排到了兵部后勤的清闲差事，前途无量啊！哪里，张兄过奖了，也就是多亏了内侍家里在北境军中有关系，不然哪有这么好的机缘？那陆渊当真是个命薄的，当初苏老爷让他入赘就是为了冲喜，现在明哲兄弟飞黄腾达，他那贱命也就到头了。那种出身低微又没本事的赘婿，死在北境才是他最好的归宿。以后别在我面前提着晦气名字，脏了耳朵。怎么回事？地动了吗？平江苏家
这是大前军方的旗帜，不对，你们看，那是什么阵仗？那个废物怎么会是他？平江苏家、苏半城、苏明哲、苏婉儿听旨，本将奉镇北王之命南下平江清查军务。经查，苏明哲伪造官府文书，私买替丁，罔顾朝廷军律；苏半城勾结军中败类，冒领军功，意图动摇北境军心；苏婉儿同谋共犯，草菅人命，其罪当诛。陆渊，你虽然现在当了官，但你别忘了，你还入赘我苏家，我是你岳父。3年前，是你苏家为了给老爷子冲喜，逼我入赘；半年前，是你苏家为了贪图我妹妹的清白，让我给你们当狗；就在半个月前，是你苏家为了那点狗屁不通的前程，将我灌下剧毒，强行逼我去送死。3年的恩义，我已经在那一碗酒毒里还清了。现在站在你面前的，不是你的赘婿陆渊，是大前平北游击将军陆渊。带走，交由平江知府按律严办。苏家参与构陷的管家、护院全部收监。哥，你真的活着回来了。说了3年，我就一定能回来。起航！